之前咱们测试的它前一代的140瓦版本，不管是协议兼容性还是文波表现，都有点不尽人意啊。但是这一代确实是有了明显的进步。各位朋友大家好啊，还记得咱们前面测试过一个140瓦的绿色的一个移速氮化镓的充电器吧？那个充电器确实是翻车了，厂家也承认我们测试出来的数据确实是给他们提供了帮助。这一次移速直接给我寄来一个新款的140瓦的，让我们再复测一下。这个我刚收到货，我就直接来拍这个视频了啊！咱们还没有打开，按照我们的流程测试一遍。工程师说的这个充电器比上一个绿色的表现更好，是不是这样的？我们拭目以待啊！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记得一键3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这个频道更新的动力。我们话不多说，先开箱。这一次拿到的这个140瓦这个包装盒，跟我们前面测试的那一款充电站的包装盒有点像啊，应该是移速把风格改了吧。我们直接把包装划开，140瓦的标识，氮化镓的标识，充电器的概念渲染图片，背部是规格信息、警告信息、条码信息。打开包装，拿出里面的充电器，这是一本使用说明书，同时也是产品的保修卡。充电器放在一个黑色环保材料的卡座里面，外部一样的有膜保护着。下面是移速的英文 logo， 这面是140瓦氮化镓的 logo， 底部规格信息，折叠插脚的设计，4个充电口，内部的舌片全部都是橙色，每个充电口上面都有功率的标识。正面塑料它是做了银色的一个搭配，这样搭配起来，这样看上去是很精致的。这是咱们前面测试的放式充140瓦，这个是升级版的140瓦。充电器大小、外观、尺寸基本上是一样的，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新款的它不是走的赛博风格。充电器连包装盒一起338克，单充电头的重量287.5克，充电器的高度73毫米，连插脚的高度89毫米，宽度74毫米，厚度的话是31毫米，给人一种很扎实的感觉。这就是这个充电头的一个外观的简单介绍。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充电器的规格信息。140瓦氮化镓充电器，型号是 YSFCG107-140W， 输入规格100至240伏的全球电压，输出规格 Type-C 一口，最高是28伏5安140瓦， Type-C 二口最高100瓦， Type-C 三口最高20瓦， USB A 口最高输出22.5瓦。下面是多口功率分配，我们后面再测试，总功率不能超过140瓦。深圳市移速科技中国制造，这里有一个注意信息，这边是认证信息，3C 认证，双路绝缘，室内使用请勿扔向垃圾桶，非热带地区使用，海拔小于2000米地区使用，循环10年，10年以内不会有有毒物质泄露出来。我们现在来检测一下充电器4个充电口它所支持的快充协议。首先是 Type-C 一口，有 UFCS 融合快充，最高105瓦协议的支持，高通 QC3 加的协议，华为 FCP 36瓦的协议，华为 SCP 最高支持到40瓦，三星的 AFC 协议，最高功率24瓦， PD 3.1 140瓦，最高固定档位28伏5安140瓦， PBS 档位有一个5至20伏的5安100瓦的，然后这里还有个 AVS 15至28伏140瓦， DCP SAM Apple 2.4 3个基础协议。现在是 Type-C 二口的协议，高通 QC3 加的，华为 FCP 的最高24瓦，华为 SCP 的最高22瓦，三星 AFC 的24瓦，展讯的 SFCP PD 3.0 100瓦，固定档位5个，最高20伏5安100瓦， PBS 5至20伏5安100瓦。然后下面是3个基础功率，现在检测的是 Type-C 三口的协议，前面的协议检测出来跟 Type-C 二口是一模一样的，不一样的是这个 PD 协议只有20瓦了，点进去就是20瓦的一个 PD， 固定档位是5个啊，还有个20伏1安的档位，这个把 PD 3.0 的协议档位全部都弄上去了。然后3个基础功率也是一样的。然后这是 USB A 口协议支持的情况，这些协议跟 C2、C3 除了没有 PD 协议啊，其他的都是一样的。从这个协议检测来看，我估计的是 C 一口、C 二口的 SCP 协议还有 FCP 协议很有可能会影响荣耀的 PBS 握手。我们现在就是来验证一下这个协议的兼容性。首先从小米的手机开始，首先是 Type-C 一口，显示快速充电，没有启动 PBS 啊，真实功率在15瓦左右。然后 Type-C 二口显示快速充电，同样的没有启动 PBS， 只有15瓦左右的功率。然后 Type-C 三口也是一样的显示快速充电，这个功率的话也是只有15瓦左右。然后 USB A 口走的 QC 的
9伏的档位，真实功率的话只有10瓦左右。这一部手机是蓝厂的 S18， 我们来看一下 PPS 和 UFCS。首先我们看 Type-C 一口。vivo 的闪充标识仪开启，这边已经启动到33瓦的 PPS， 真实功率可以跑到31瓦左右。然后我们再看 Type-C 二口，同样的 vivo 的闪充标识仪开启，这边也是启动到33瓦的 PPS， 真实功率在30瓦左右。后面2个充电口功率比较小，我们就不用试了。vivo 的 C1、C2 它都可以启动 PPS 快充。这一部手机是绿厂的真我13 Pro， 24年下半年以后出的产品，既有融合快充，又有 PPS 快充。首先我们看 Type-C 一口。启动 UFCS 33瓦的功率，起始功率在25瓦左右。然后 Type-C 二口 PPS 快充已经启动，真实功率已经跑到了26瓦左右啊。C3 口和 A 口它是2个小功率的充电口，所以说我们也不用测试了。这部手机是荣耀300，可以支持100瓦的 PPS。我们看一下这个充电器兼容的怎么样。首先是 Type-C 一口，果不其然啊，显示了超级快充。启动的华为的 SCP 协议，真实功率在20瓦左右啊，也就是华为自己公开的一个22.5瓦的协议。然后再看 Type-C 二口，同样的启动的超级快充，同样的功率在20瓦左右啊。华为手机的兼容性就不用测试了啊，这4个充电口全部都有22.5瓦公开版的协议。这部是三星的 Note 10加，我们看一下能不能启动快充 2.0。首先是 Type-C 一口，启动了快充 2.0， 真实功率已经跑到了28.9瓦啊。如果是新款设备，功率会更高。然后我们再来看 Type-C 二口，同样是快充 2.0， 功率一样的啊，28.9瓦，30瓦的功率。这后面2个充电口功率比较小，我们就不用试了。这个充电器实际充电数据的采集，我们采集蓝厂的 PPS 和绿厂的 UFCS。这2个充电数据，然后再采集苹果的充电数据。首先是蓝厂的设备，我们用这一台 iQOO 的 Z9 Trouble 手机，目前还有 12% 的电量，我们充电采集数据。这个 iQOO 手机充电已完成，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最高的功率的时段是在前面大概5分钟左右啊，跑到30瓦左右。后面的话就平均功率大概就是23、24瓦的功率，一直在充电，充到 90%， 逐渐的下降功率，直到充满电啊。整个充电时间从12的电充到100的电，一共花了1个小时7分钟左右。我们来看一下温度，最高的温度的时候是48摄氏度啊，我们室内的温度大概是28、9度。这一部手机为蓝厂的 A3 Pro， 它仅支持 UFCS。我们采集这个充电器的融合快充的数据，目前这个手机的电量还有 11%。这个 OPPO 手机充电已完成，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啊。起始功率24瓦，12分钟的时候25瓦，功率就降到了20瓦的功率，然后再充到 90% 的时候是22瓦的功率，再逐渐的下降功率，直到充满电。整个充电时间一共花了58分钟，也不是很快啊。我们来看一下充电温度，20多瓦的功率，最高温度44度。测试的时候，我们室内的温度26度左右。这部手机为15 Pro， 目前的电量还有 15%， 我们直接采集苹果手机的充电曲线。这个手机的功率已经超20瓦的功率了，所以说我们用这个 Type-C 二口来采集它的充电数据。现在的电量已经到82了，我们来看一下充电曲线图。这个曲线图是非常标准的苹果充电曲线图，大家看一下16 Pro 的充电电压，现在是15伏的电压在充电啊。充电起始功率是20瓦，充了6分钟，逐渐的变为16瓦的功率，大概充了9分钟时间，后面转为11瓦的功率，充了大概6-7分钟，然后降为6瓦的功率，充了大概6分钟左右，就充到 80%， 转为5伏的基础功率进行涓流充电，从 15% 的电充到80的电，一共花了46分钟。我们来看一下温度啊，15伏的电压，20来瓦的功率，它的最高温度在 39.8 40度。测试的时候，我们室内的温度大概是26度左右。这个充电器手机部分的兼容和充电数据采集我们都做了，我们现在就是对它进行大功率的拉载测试，拉它的140瓦和100瓦的满功率，看它能够坚持多久。能坚持时间越久，就证明这充电器输出能力就越强，那么这个充电器应付这些笔记本使用是没有问题的。这是这个充电器第一次140瓦烤机的状态，大家看一下这个功率已经降下来了啊。这一次一共运行了大概23分钟，直接就功率就没有了，一直在闪动。我们看一下温度曲线图，最高温度是在 63.6 度的时候就停了，也就是20多分钟的140瓦输出能力。我们再测试一次140瓦，大家看一下曲线图。第一次测试是满功率 139.8 瓦的功率在输出，这一次的话我就把它改为126瓦的功率输出，这一次仅仅输出了28分钟就停了啊。我们来看一下温度，温度采集到最高温度是64度，
跟前面一次是差不多的。2次140瓦测试，我们室内的温度都是26度左右。现在是这个充电器100瓦长时间拉载的情况，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啊。现在这个充电器是99瓦的功率，大概运行了2小时0几分钟啊。前面34分钟时间，我是20伏4.5安的功率给它进行拉载的。后面的话我就直接加到20伏5安，就进行一直拉载，它就没有停，证明这个充电器100瓦还是没问题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温度啊，最高温度的时候是 72.7 度，这是采集线采出来的温度。用热像仪采到它的表面温度最高的时候是 74.6 度，核心温度最高的时候是 81.4 度。我测试充电器的大功率拉载，我是不定时间的，把温度拉平稳了，我才会停止。经过这个测试，我们才可以知道啊，这个充电器前面2次140瓦断功率的情况，就证明这个充电器是采用的定时器的策略。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对这个充电器进行多口功率分配测试，看它会不会有断连的情况。这个充电器的单口功率，它这上面全部都标着有。我们先从双口开始，先是 C1 口加 C2 口的情况。C1 口先启动140瓦，再接上 C2 口。C1 口立马就变成了65瓦功率 ，C2 口也是65瓦功率，但是这个仪表是没有吸的啊。然后我们拔掉 C2 口 ，C1 口立马回到100瓦的功率。如果想要140瓦的话，就要重新拔插一下。C1 口加 C3 口的情况 ，C1 口同样的启动140瓦，我们接上 C3 口。C1 口立马调整功率变为100瓦，但是这个仪表还没有吸，这边暂时是走的15瓦的功率，20伏的档位啊。因为这个 C3 口最高功率只有20瓦，也差不多了，总功率大概是120瓦。我们再来看 C1 口加 A 口的情况 ，C1 口启动140瓦，我们接上 A 口，接上的瞬间 C1 口还是变成了100瓦啊，但是仪表没有吸。A 口启动的是9伏，功率在10瓦左右，总功率也就是120瓦。我们再来看 C2 口加 C3 口的情况 ，C2 口启动100瓦，我们接上 C3 口，纹丝不动啊，仪表是纹丝不动的。C3 口还是启动15瓦，20伏的档位，没有超过额定值的话，它就不会断连。我们再来看 C3 口加 A 口的情况 ，C3 口启动20瓦的功率，然后我们再接上 A 口，接上瞬间立马变为5伏的基础功率啊，证明这2个充电口它是一路降压模块，2个一起使用的话，2个就是5伏的基础功率。3口功率分配，我们先测试 C1 加 C2 加 C3 的情况。C1 口启动140瓦，接上 C2 口。C1 口断连了啊，它有时候断连，有时候不断连，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变成65瓦加65瓦。我们再接上 C3 口，接上的瞬间 C2 口立马变成了45瓦，分了一部分功率到这边来，这边就是走的20瓦，就是65加45加20这种模式。同样在65加65瓦的模式情况下，也就是 C1 加 C2 的情况下，我们接上 A 口，接上的瞬间同样是 C2 口，没有断连，立马把功率调整到45瓦，这边就是19瓦，总的分配还是65加65加20的一个模式。然后就是 C2 加 C3 加 A 口的话，大家记住 C3 和 A 口是同一路降压电路，如果同时使用，这2个就是5伏。C2 口就是走100瓦，这2个走基础功率，我们就不用测试了。我们再来看4个充电口同时使用的情况 ，C1 口启动140瓦，同样接上 C2 口，断连变成65瓦功率，然后我们再接上 C3 口 ，C2 口立马调整功率，没有断连，变成45瓦，整个就是65加45加20的模式。这个时候我们接上 A 口，接上的瞬间 C3 口立马断连，调整为5伏的基础功率，其他2个口是没有任何变化的，还是65加45，总功率始终是控制在140瓦以内。在28伏档位140瓦输出的时候，接上 C2 口或者接上 C3 口，它会立马降为20伏的 PD 3.0 的档位，再输出最高功率。大家记住这个规则。我们现在要做的测试就是来测试这一个充电器它的110伏60赫兹和230伏50赫兹2种状态转换效率的情况。现在是110伏60赫兹的状态，插电的瞬间浪涌功耗是接近6瓦，经过几分钟测试下来，它的平均待机功耗大约就是 0.3瓦。现在是5伏3安15瓦功率的时候，110伏输出 19.5 瓦，这边直流输出 15.4 瓦，折算转换效率 79%。9伏3安27瓦功率，110伏输出 32.3 瓦，这边直流输出 27.5 瓦，折算转换效率 85%。12伏3安36瓦功率，110伏输出 41.9 瓦，
这边直流输出36.6瓦，折算转换效率87%。15伏3安45瓦功率，110伏输出51.5瓦，这边直流输出45.6瓦，折算转换效率89%。20伏3.25安65瓦功率，110伏输出73瓦，这边直流输出65.8瓦，折算转换效率90%。20伏5安100瓦功率，110伏输出112.9瓦，这边直流输出100.98瓦，也就是101瓦，折算转换效率也是90%。28伏5安140瓦功率，110伏输出157.1瓦，这边直流输出141.1瓦，折算转换效率也是90%。这个充电器带有电压补偿的，大家看一下，我这边输出5安，它这边是5.02安，有0.02安的电压补偿。现在是这个充电器220伏50赫兹的状态，插电的瞬间浪涌功耗是 1.6 瓦，经过几分钟测试下来，它的待机功耗最高的时候是 0.8， 最低的时候是 0.6， 平均下来的话大约就是 0.7 瓦的待机功耗。5伏3安15瓦功率，220伏输出 20.5 瓦，这边直流输出 15.4 瓦，折算转换效率 75%。9伏3安27瓦功率，220伏输出 33.1 瓦，这边直流输出 27.5 瓦，折算转换效率 83%。12伏3安36瓦功率，220伏输出 42.5 瓦，这边直流输出 36.6 瓦，折算转换效率 86%。15伏3安45瓦功率，220伏输出 51.9 瓦，这边直流输出 45.6 瓦，折算转换效率 88%。20伏3.25安65瓦功率，220伏输出 73.1 瓦，这边直流输出 65.8 瓦，折算转换效率 90%。20伏5安100瓦功率，220伏输出 112.3 瓦，这边直流输出 100.9 瓦，折算转换效率也是 90%。28伏5安140瓦最高功率，220伏输出 155.5 瓦，这边直流输出 141.1 瓦，折算转换效率 91%。这个充电器的转换效率测试下来，在110伏的时候，它的平均转换效率 87.1%。220伏的时候算出来是 86.1%， 这个成绩只能算过得去啊。我们现在就是来测试这个充电器它的文波输出的情况，3个充电口我们全部都要测试一遍。首先是 Type-C 一口的文波，15瓦功率的时候，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16.9 毫伏，平均文波 14.5 毫伏左右。27瓦文波最高的时候 19.1 毫伏，平均文波 14.3 毫伏左右。36瓦文波最高的时候 28.5 毫伏，平均文波 17.6 毫伏左右。45瓦文波最高的时候 27.5 毫伏，平均文波 19 毫伏左右。60瓦文波最高的时候33毫伏，平均文波21毫伏左右。100瓦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36.5 毫伏，平均文波28毫伏左右。我现在用的是5毫秒的延时啊，这样看得清楚一点。现在是140瓦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67.5 毫伏，平均文波 44.4 毫伏左右。现在我们测试 C 2口文波，15瓦文波最高的时候 24.5 毫伏，平均文波 22.5 毫伏左右。27瓦文波最高的时候 35.2 毫伏，平均文波 32.5 毫伏左右。36瓦文波最高的时候 45.5 毫伏，平均文波 42.3 毫伏左右。45瓦文波最高的时候 50.8 毫伏，平均文波 45.3 毫伏左右。60瓦文波最高的时候 48.3 毫伏，平均文波 43.5 毫伏左右。100瓦文波最高的时候 71.6 毫伏，平均文波 62.2 毫伏左右。我们现在来测试 Type-C 3口的文波，15瓦文波最高的时候 22.9 毫伏，平均文波 19.8 毫伏左右。20瓦文波最高的时候 25.6 毫伏，平均文波 22.2 毫伏左右。12伏档位也是20瓦功率，文波最高的时候 31.4 毫伏，平均文波 23.7 毫伏左右。现在我们来测试 A 口文波的情况，15瓦功率，最高文波 38.1 毫伏，平均文波 35.6 毫伏左右。9伏档位18瓦功率，文波最高的时候 49.8 毫伏，平均文波 44.4 毫伏左右。像这样测试下来，这个充电器的文波比上一代那一个赛博风格的文波确实是好了很多很多啊。这款移速新出的140瓦氮化镓3口充电器，说实话深度实测之后，第一感觉就是终于靠谱了。之前咱们测试的它前一代的140瓦版本，不管是协议兼容性还是文波表现，都有点不尽人意啊。但是这一代确实是有了明显的进步。兼容性方面，除了老问题，小米和荣耀100瓦 PBS 依然无解。主流设备都能触发理想的快充档位，
包括蓝厂的、绿厂的、三星的都可以。文波表现也让我挺惊喜的啊！4个充电口，不同功率段下测试文波都控制在80毫伏以内，这已经是非常优秀的水平了，完全可以放心用于笔记本、手机这些对供电干净度要求高的设备。转换效率方面，平均效率86左右，属于主流水准，不拔尖，但是也不拖后腿。PD 3.1 档位下，我们做了140瓦满功率输出的稳定测试，虽然只能维持23分钟就降档，实际使用中笔记本的动态负载不会长时间维持在140瓦，这点输出调节能力日常使用是完全 OK 的。如果你要长时间140瓦的话，这个确实满足不了你，而更贴近实际需求的100瓦的长时间输出测试，它表现非常稳定，也就是说应付100瓦笔记本没有问题。这个视频依旧是我对产品认真实测后的诚意总结，只为给大家一个真实可参考的购买结论。如果你是蓝绿厂或者三星、苹果全家桶用户，那么它确实可以加入购物车了。喜欢咱们这种硬核车载视频内容的老铁们，记得一键3连点赞、关注、投币这些，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更新的动力。谢谢大家观看，咱们下期视频再见。